最近身边掀起了一波 Coty 的风潮，特别是穿搭这件事情。也因为这样子，前阵子 Coty 代言的 Vans 在社群上掀起一波讨论的热潮。据说它的销量真的是大幅提升。虽然我不玩版，但我个人也是蛮喜欢 Vans 的一些品牌风格，还有它的个人特色。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身边竟然有很多朋友，他居然不知道 Vans， 甚至在社会上还有很多年轻人说自己从来没有穿过 Vans， 这让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有点变老了。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，让我们重回棋盘格的年代吧。Vans 的出世介绍。Vans 的创办人 Paul， 他出生在1930年代。他因为不太读书，所以他主动休学，并投入了赛马的工作。那妈妈当然就觉得，哎呀，你这样不行啊，不读书又不工作，这样打妹，就把他生气的带来他妈妈自己的鞋厂，跟他一起工作，进而改变了 Paul 的未来。在鞋厂，他的职涯工作呢，其实算是顺风顺水啦。他最终也当上了非常有名的鞋厂 Randy's 鞋厂的副主席。在全美当时仅有几间大牌鞋厂生产橡胶鞋的情况下 ，Paul 他跟他的好朋友各司其职，成立了 Van Doren 的橡胶公司。至今，世界上也才有了 Vans 这个品牌。那也因为当时呢，正是在对外零售的时期呢，他们款式相较比较少。那有位奥 K， 这个奥 K 呢就嫌弃他们架上的颜色不够多，毕竟人嘛，也是想要有一点选择，才会觉得自己有参与这个购物这个行为。因此呢，就叫他自己带上他喜欢的花色跟一些设计的风格到现场来，帮他去做定制这件事情。也是因为这样高情商的行为，还有客定化的服务颇受好评。再加上他们的用料非常优秀，手工也是相当不赖，让他们之后呢，在这段时间杀出重围。接下来呢，来到70年代，这个许多的街头运动兴起，大家熟悉的滑板运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疯起来。由于橡胶鞋底它天生的抓地力跟它的止滑力是非常的惊人，非常的适合玩板，也让 Vans 这个品牌从这边抓到了一丝契机。他们接到了非常多的滑板手还有极限运动玩家的客订。再加上收集了使用者的意见回馈，他们可以再去从鞋跟或鞋头的地方再去增加它的厚度，并且提升它的耐用性。你可以发现 Vans 它有一些鞋子的鞋头，其实它的厚度是非常的厚，它为了就是增加它的耐磨性。接下来就随着时间的演进，就推出了不少各式各样的鞋型。大家熟悉的鞋子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演变出来的。但是提到 Vans， 想必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就是棋盘格。创始人 Paul 他就分享过。当初棋盘格的诞生，就是因为很多人想要在鞋子上彰显自己的个性，就在白色的橡胶上，就是用奇异笔来涂上格子的图案，就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一个特定的风格，一路沿用到现在。那关键会爆红的点是什么呢？当时他们的员工也让产品商借给电影公司拍摄，就让 Vans 从加州的在地品牌瞬间就变成全美爆红品牌。哇，这个真的是身份地位一夕之间就有了很大的不一样。也因此就这样造就了 Vans 的格子王朝。当然，随着钱赚越来越多，销量越来越好，那内部也产生了不少的分歧。那 Vans 他最早经历的就是家族里面成员的意见不同，大家的想法都很多，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去 solo。简单来说，就是 Vans 他们为了要扩大他们的企业组织，开始研发了非常多不同的鞋型，还有他们的运动产业。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会变成说，发展太快，你的专业性并跟不上其他运动品牌的专业性。导致他们的东西变得有点四不像，那进而就是让他们的业绩还有他们的口碑有受到一些些许的影响。就像是之前讲过的 Nike， 他们最早是着重在气垫技术，还有像是专业运动上。那之后因为想法太多，开始去做了太多，反而没办法收拢，这个状况非常之接近。其实正如我们所说的，当你过度追求的时候，你往往会失去你最原本身心最独特的那个东西。所以当时的 Vans 在80年代的时候，一路面临了破产。还好，当时他们就马上决定要砍掉所有不专业的运动鞋，全部重来。哇，这就是壮士断腕的决心啊！回归初心，开始将重心重新放回滑板鞋这个产业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，Vans 才真正的兼顾了它的滑板鞋的核心地位，更深入的投入滑板圈，支持在地的滑板选手、极限运动。这也让 Vans 就成为年轻人眼中次文化的代名词。那这个金主老爹威富集团呢，他们就看准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青年影响力，正式收购了 Vans。但是跟其他品牌被威富收购状况有点不太一样。Vans 在威富的支持下，他们更有钱去盖滑板场，去把周边的文化去兼顾起来，甚至像举办大型的街头活动。
逐渐将他们的文化品牌去生根并延续其中。他们这些行为都不是为了要去扩大、去摸到更多的使用者，而是去兼顾他们的使用者族群，让他们变得更铁、更粉。时间一路走到了90年代、2000年，滑板文化跟街头穿搭成为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一个环节。那 Vans 就刚好也搭上顺风车，就是逐渐的转型。那个时候的他们就已经不只是专业的板鞋，而是变成了一种我象征认同这个文化的一种产物。说实话啦，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找一双穿得很舒服的鞋子的话， Vans 绝对不会是你的首选。很多人都会说，哇，这个穿 Vans 的鞋子就有点像脚直接踩在地板上，又硬又平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品牌是让你走得更快、跑得更顺，甚至是做很多项目变得更稳。而 Vans 它的存在就是要彰显品牌精神跟认同街头文化。简单来说，我很喜欢 Vans， 但我绝对不会是为了要追求一个舒适脚感去找它，而是致敬我年轻时候曾经也是街头小少年的那一个纯真之心。Vans 在很多的穿搭人当中，当然也不一定是最流行或是最好穿，甚至有点叛逆、有点个性。那它就是因为这样的真实纯粹被大家所喜欢。所以我想问你们呢？你们喜欢 Vans 吗？是否也跟我一样，在我的高中、大学的时候，曾经就是被这个帅气的棋盘格鞋所吸引呢？今天就跟你们聊聊 Vans 这件事情。那我是 Morris， 我们下次见。你喜欢 Vans 吗？拜拜。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呢，在班上很多人都是穿那一双 slap-on 的这个便拖鞋上学，还被教官叫到旁边去罚站，说你不能穿这个鞋上班啊，你不能穿这双鞋上课。这些都是一些很有趣的童年回忆。那很多人拿着 Vans 就会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起你们小时候的回忆，这也是这个鞋子非常有特色的地方。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明日